洪身后，我靠着预知未来的能力，警醒卡尔塔王室继承人萨尔曼会有灾祸。没想到几天后，喂，秦马，叶董，萨尔曼那边果真出事了。虽说这个消息不值得意外，但叶松还是刹那间从沙发上窜起身来，脸上的神情更是随之紧绷。因为前世的萨尔曼是以意外的方式死在了争夺王储位置的过程中，这一世就算他对萨尔曼进行了警醒，并且还从九州安保中抽调了精锐去负责萨尔曼的护卫工作，可他也无法保证萨尔曼这一世的命运一定就能偏离前世轨迹。情况如何？对方双管齐下，先是在萨尔曼的出行车辆上做文章，其次是在萨尔曼现身步行的地方制造混乱，让所谓的极端分子制造无差别袭击。结果如何？萨尔曼没事，但咱们九州安保的人员当中有几人出现不同程度的伤，都是为了保护萨尔曼所遭受的。车的是萨尔曼逃过一劫。出于咱们九州安保制定的安保计划，在兵分两路的情况下，那辆本该是他乘坐的车换成了咱们的人，中途因为刹车失灵遭到了车祸。好在咱们的人面对危急情况有着足够的避险经验，才最大限度的没酿成太严重的后果，但车上的人仍是伤得不轻。而另一边，萨尔曼刚一下车就遭到了现场的突发混乱，几名枪手无差别进行射杀。咱们的人为了保护萨尔曼，两人中弹，万幸没伤到要害，可以说是问题不大。操！听着秦猛说出的这些，饶是叶松也忍不住下意识地爆了一声粗口。竟然丧心病狂到了这种程度。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是据咱们的人所说，之前也发生过几次特殊情况的，均被咱们的人第一时间化解了，所以才没造成事件的发生，所以不排除这有可能是狗急跳墙。咱们的伤员都安置妥当了没？第一时间就送往王室的医疗团队那边进行处理了，问题应该不大。那萨尔曼呢？萨尔曼他没事，毫发无伤，那几个枪手都被咱们的人给当场击毙了。叶松沉默起来，以他对萨尔曼的了解，更多是出于心理学这一层面的了解。他并不认为萨尔曼会在王储之位争夺剧烈化的节骨眼上到处抛头露面，尤其是之前还曾出现过特殊情况被化解的情况下。但这些显然不是他该去跟秦猛说的。好，我知道了，保持跟进那边的情况，回头你去慰问一下咱们的伤员。是，叶董。没去说太多，应声中叶松按下了结束通话。一番皱眉思索过后，最终还是决定给萨尔曼打去电话。可还没等他将萨尔曼的通讯号码给找出来，萨尔曼的来电便是先行一步亮在了手机屏幕上。叶哥。随着电话被接通，萨尔曼率先开口，叫的不是叶先生，更不是叶董，而是叶哥。这一称谓的变化让叶松不由骤然挑了挑眉。秦猛先生应该给你汇报了我这边发生的情况了，是吧？无暇去寒暄问候，萨尔曼直言问道。对，所以我正打算给你打电话。我必须得感谢你们九州安保的人员，如果换作是其他安保团队，恐怕我现在就算不死也得身受重伤了。最重要的是，得谢谢你，若不是你对我进行了相对的警醒，我怕是早就遭到意外了。你知道你是在玩火吗？哪怕对方口中此时说着感谢，但叶松并没有去惯着对方，迎声便是一顿肃然斥责。这位原来的卡尔塔王室第5顺位继承人，现如今的卡尔塔王室新王储有力竞争人选沉默起来。虽然咱们之间的交集并不多，但我研究过你，你绝对不是那种没有危机意识的愣头青。哪怕我不知道你们卡尔塔王室的王储之争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但听秦猛说你那边之前也出现过几次的特殊情况，最终均被咱们的人给化解。从这一点，不难想象到王储之争大概率是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然而如此阶段，你竟是还要现身没有足够安全保障的公众场合，难道你要跟我说你就没考虑过后果吗？我知道你是想引蛇出洞，想让竞争对手走出狗急跳墙的那一步，但你这种行为不当是拿自己的命在玩火，也是拿咱们九州安保人员的性命在玩火。叶松控制不住的斥骂起来，也就是那几位成员没伤到要害罢了，要真是一个不小心倒在了对方的枪口下，这该怎么说？叶哥，你先听我说。没有因为叶松的斥骂而有所不满，清楚意识到若不是得益于叶松，估计自己这会儿早就化作一缕青烟的萨尔曼苦涩一笑。叶哥，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我不想办法去一次性解决的话，后续必定还会有一波接一波的暗袭。先不说我得时刻都处于精神紧绷中，对方的暗袭次数一旦多起来，只要出现一次意外，我可能就得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所以我也是没办法了，才不得不去赌这么一把。万幸的是，我赌成了；万幸的是，九州安保那些负伤的人员没有生命危险。叶哥，我向你保证，下不为例。另外，关于那几位负伤的安保人员，我准备给他们提供1人500万美金的负伤补偿，其他参与到这次安保工作上的，1人50万美金。先前还有些恼火的叶松，被萨尔曼这么一通解释后，情绪已是随之平和了许多。可在听到萨尔曼给出的补偿金额后，面部肌肉倏然不由得微微抖颤起来。500万美金，3000多万，如此一来，那几位九州安保的精锐怕不是得马上请辞回归家庭了。你就不怕死吗？就不怕安保人员一个不小心让你命丧当场？我必须得承认，我到现在都还在后怕，因为我低估了对方丧心病狂的程度。言归正传，九州安保的安保力量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在我低估对方袭击力度的情况下，也好在这次负责我安全的是九州安保而已，否则真的大概率要横尸街头了。能够确定要解决你的竞争对手是哪位了8、9不离10了。原来的第2顺位继承人拉赫曼，背后支持他的是老美那边。
所以不出意外，我这次的遇袭有可能就是老美那边负责策划跟安排的。第2顺位继承人拉赫曼，果然，叶松心中暗呼一声。前世在卡尔塔王室王储罢黜事件过后，成功上位成为新王储，到后续继任卡尔塔王室新王的就是那位拉赫曼。后续你打算如何？王室高层会去处理的，不用我去打算如何。王室高层在第一时间得知这场袭击事件后已是百般震怒了，所以接下来必然会算账的。虽然我不敢确定等着拉赫曼会是什么下场，但不管怎么说都好，哪怕王室高层表面上不去处理拉赫曼都好。他继承王储之位的资格也必然已经彻底丢失了。就算老美那边再怎么发力都好，他也不可能还有成为王储的机会。如此说来，你的王储之位已经稳了。我不敢说绝对，不过概率已经无穷大了。发生了如此事件，接下来咱们华国这边的官方高层应该会向你们卡尔塔王室表达深切关心的，然后还会从侧面向你们卡尔塔王室的高层表达对你萨尔曼的重视态度的。叶松突然来上这么一句，殊不知此言一出，直接将萨尔曼吓了一大跳。What？ 叶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们华国的官方高层会就此事件去向卡尔塔王室表达关怀，还会从侧面表达对我萨尔曼的重视态度。他什么级别他自己很清楚，别说自己现在还不是王储，就算真被立为新的王储了，以华国这种大国姿态，也不可能会因为他区一届王储而去大费周章的。怎么，这很不可思议吗？如果华国高层正如你所说，那我成为新任王储将会板上钉钉，再无悬念了。可是以华国一贯以来的外交方式跟做派，叶哥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太可能。要说就袭击事件向卡尔塔王室表达关心慰问，我信。但要是说同时从侧面向王室高层表达对我萨尔曼的重视态度，讲真，这有点不切实际了。实不实际，到时你就知道了。同一时间，袭击现场的视频也被曝光传到了网上，一时间那段视频瞬间破掉了各种流量记录。九州安保这4个字，也于这种方式进入到了全世界的眼中。我的天呀，这就是叶松旗下九州安保的实力。九州安保作为叶松旗下看似最没有存在感的企业，这特曼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世界了。靠！刚在外网上看到很多关于九州安保的相关话题，说是九州安保早在前段时间就接受了多位世界各地富豪们的雇佣，如今正在执行着他们的安保任务。在10几个武装分子的埋伏袭击射杀下，不但保护到雇主萨尔曼毫发无伤，还全歼了对方，并且己方只是伤了3人而已。这特么九州安保的保镖究竟是啥实力呀？都是特种兵级别的水平吗？九州安保这波算是扬我国威了吗？怎么叶松涉足的每个行业都那么成功，他就不会栽跟头的吗？看，这也太他娘的悬了！叶哥，你能来一下魁星路这里吗？怎么了？你过来就知道，